汉克一众人已然崩溃，他们想不通，自己一直都在美国以及某些私人领土上行苟且之事，为什么这个华夏男人要抓住他们不放？狗拿耗子这种事情，要是狗跟耗子生活在一起，倒也说得过去，可他俩要是离了108000里，还死咬着不松，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作为众人的带头大哥，汉克心中慌得一匹，下意识地问他：叶先生，你为什么非要跟我们这帮人过不去呢？我们这帮人又不像罗斯柴尔德先生这样有远大的志向，我们的人生已经赚够了，花不完的钱，我们也已经享受完了那些普通人能够享受到的乐趣。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那些变态的事情能让我们开心。你如果连我们这点权利都剥夺了，我们的人生还有什么意思？说着，他一脸哀求地问叶先生，要不咱们打个商量，以后我们绝对不强迫任何人，一切都主打一个你情我愿，这总可以了吧？我们会给对方足够的钱，让对方心甘情愿，而且我们以后一定会选一个绝对私密的地方，也绝对不会走漏任何风声。这样一来，我们对社会就没有任何负面影响了。您看呢？汉克刚才也想过，不行就先答应下来，不让干就偷着干呗。可是转念一想，不能冒这个险，因为叶晨要求是，他们这些人要拿出一笔巨额资金来，成立一个专门鼓励杀手杀戮他们这种变态的基金。一旦这个基金真成立起来，会有很多人绞尽脑汁，也要把隐藏着的变态翻出来。到时候他们这帮人就算藏得再深，也有可能忽然之间被人一枪爆头。叶晨在布鲁克林监狱的时候，就对美国这些变态深恶痛绝，尤其是那个因为侵犯小男生而进了监狱的神父约翰·劳伦斯。而且叶晨慢慢也发现，西方社会的伪君子尤其多，这帮人在人前时，一个个看起来都是西装笔挺，人模狗样的，很多还是知名企业家，甚至全球年轻人眼中的创业偶像。平时领带稍微歪了点，或者西装稍微不合身，他们都会觉得有辱斯文。可是他们到了人后，却比任何人都更加变态。如果不是有人落网，谁又能知道很多整日把慈善、环保以及拯救世界挂在嘴上的名人富豪，实则都是变态中的变态。最让叶晨无法理解的是，那个终日坐在轮椅上，除了脖子以上能动，其他哪都动不了的知名歪头科学家，竟然也是那些岛屿的常客。有时候只是想想这种龌龊的画面，就让叶晨这种正义感爆棚的男人怒从心生。于是叶晨看着汉克，笑道：行啊，你想玩就随便你们，既然你失去了那方面的能力，将来就让别人对你们变态，这也是个路子。可是汉克哭丧着脸，可是你总得帮我们恢复那方面的能力吧？不好意思，叶晨笑呵呵地说道，你们这帮人让我很不爽，所以我是不可能让你们恢复能力的。刚才我已经给你们提出解决方案了，既然你们想变态，那就干脆在变态里换个角色，即便如此，你们依旧还是可以搞变态的事情。汉克一时崩溃，眼下这问题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自己想恢复那方面的能力，但是不想答应叶晨的要求，可自己如果不答应叶晨的要求，叶晨就不愿意帮助自己恢复。如果就这么不欢而散，自己将来岂不就失去了人生最大的乐趣？一时间，一众人你看我，我看你，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史蒂夫这时冷笑道，你们这帮人做事完全不过大脑，答应叶先生的要求，就算你们从今往后不能做那些变态的事情，起码你们还能保留男性的能力，基础的乐趣还是有保障的。可是如果你们不答应叶先生的要求，基础的乐趣都保障不了，你们难道真的想变成同性恋吗？史蒂夫的话一语惊醒梦中人，保留基础功能和彻底失去功能，在这两个之间做选择，还是前者更有吸引力。
即便选择前者，需要额外支付10亿美元。他们这帮人都已经赚够了一辈子，衣食无忧的巨额财富，如果失去了那方面的能力，要钱还有什么意思呢？于是几人交换了一下眼神，由汉克开口道：叶先生，我们答应。叶晨问他：你是心甘情愿答应的吗？可不要太勉强哦。汉克咬着牙：我是心甘情愿的，一点都不勉强。叶晨感叹：哎呀，你们几个人还真的是回头是岸啊。如果你们几个凑个100多亿美金出来，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打击变态，这对你们的知名度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啊。以后全世界都会把你们视作对抗变态的第一人，真是莫大的荣誉啊。汉克吓得魂飞魄散：叶先生，这钱我们出没问题，但您可千万不能透露我们的身份啊，我们还想活着呢。说完，他忍不住哽咽道：您是不知道，在美国，在加勒比海那些私人岛屿，比我们有钱又比我们变态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出钱要暗杀他们，那他们首先会把我们干掉。叶晨看向史蒂夫，问他：真有这么回事吗？史蒂夫咳嗽2声，说：以前霸榜很久的世界首富也经常去岛上，这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只是目前还没有曝光出具体的细节和证据。还有很多奥斯卡级别的大明星也都有些传闻。叶晨感叹：行啊，你们美国人玩的是花啊，在我们这里，明星搞破鞋都是要被封杀的。说罢，叶晨大手一挥，爽快地说道：看在你们为了正义，愿意拿出这么多钱出来的份上，可以让你们低调一些。不过你们要把你们知道的，所有参与过这种事情的人，全部都给我整理出来曝光出去。等这个基金成立之后，就在地下网络里给出1级悬赏，越是有钱的变态，越要提高他的暗花，1亿甚至10亿美金都在所不惜。我要让那些有钱的变态以后将他们赚到的钱拿来雇佣大量的保镖来保护他们的安全，让他们以后终日都活在恐惧之中。